這期視頻可能會得罪很多人，但我不在乎，因為如果你聽懂了，也許能救你的命，我是指你錢包的命。現在全網都在吹美股，吹納斯達克，吹 AI 改變世界。你打開任何一個財經頻道，是不是都在告訴你定投納斯達克，擁抱核心資產，做時間的朋友，你也成千萬富翁？今天我要告訴你的美股真相，殘酷到讓你發抖。第一，如果你是一個堅持紀律、從未失業的普通人，定投美股，充其量，我是說充其量，只能讓你勉強跑贏通貨膨脹。想靠這個階級躍遷，想打敗大盤一夜暴富，別做夢了。在現在的點位梭哈美股，你必須保證自己能跑得比最後一只老鼠快。第二，美股的本質根本不是什麼價值發現的場所，它是一個巨大的、精密的、用來制造潮汐的工具。它的目的只有一個：收割那些紀律不強的人，把全球民间的財富抽血輸送給華爾街的精英。聽起來像陰謀論，覺得我在危言聳聽？今天這20分鐘，我不給你畫餅，不給你灌雞湯，請你拿出你的計算器，我們用最基礎的數學扒下華爾街的底褲。我們先來聊聊定投，這是目前最大的政治正確。所有的理財顧問都拿着一張回測圖告訴你，你看，假設你從2008年開始定投納斯達克，每個月扔進去1000塊，堅持17年，本金不動，股息復投，融資浮盈繼續幹。哇，你看這個曲線美不美？這幾十倍的回報率，是不是覺得自己就是下一個巴菲特？數學不會騙人，對吧？錯，數學不會騙人，但假設會騙人。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最簡單的問題？為什麼所有的回測都喜歡從2008年或者2009年開始算？因為那是人類金融史上罕見的大底部。2008年是什麼光景？那時候就連股神巴菲特都要在報紙上打廣告，求着大家買入美國。那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連最頂級的基金經理都在虧損，意味着華爾街都在尿褲子。在大蕭條時期，在金融海嘯中心，你可能工作都保不住了，吃飯都是問題，房貸都斷供了，你還有閒錢去定投？你還有心情去堅持紀律？即便不是大蕭條，如果你倒霉一點，買在了70年代的美股高點呢？那可是整整10年不漲啊！你有多少個10年可以蹉跎？好，我們退一步，假設你是天選之子，你從現在開始勤儉節約，發誓要定投納斯達克20年。你心裡想，黃金雖然好，但不發利息，上市公司好歹發股息呀。你想靠吃股息退休？來，我給你潑盆冷水。大家看这張圖，這是標普500的市盈率歷史走勢。納斯達克更誇張，現在的納斯達克整體市盈率在31左右，納斯達克100甚至到了34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如果不考慮股價上漲，因為那是泡沫，只看公司實打實的淨利潤，只看他們老老實實給你分紅，你需要31到34年才能回本。聽清楚了，是回本，不是賺錢。假設世界和平，沒有戰爭，沒有新的病毒，你每個月存1000塊，一年12000，投個20年，本金24萬。除非你瘋狂加槓桿，那是找死，否則在這個市盈率下，你退休後還得再活34年才能把這24萬拿回來。你自己算算，這點收益夠不夠你付未來的醫藥費？夠不夠你買一張去火星的船票？當然，肯定有人不服氣。博主，你懂不懂 AI？ 懂不懂科技革命？市盈率可以炒到100倍啊！做人要有夢想嘛，對不对？好，如果你在100倍市盈率的高位接盤，恭喜你，你的回本周期变成了100年。你的曾孙子可能能等到回本的那一天。标普500的歷史平均市盈率是多少
9倍到16倍之間。如果你是在10倍市盈率進場，那你確實能賺錢。但現在是30多倍，這是一個小學生都能看懂的數學題，為什麼你們還要騙自己？還有一個更扎心的真相，一般的散戶如果均勻定投，你的收益率通常是跑輸大盤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大盤的暴漲往往集中在極少數的幾個月裡，而大多數時間市場是在震盪、陰跌、整理。你在漲的那幾個月手裡籌碼太少，而你在漫長的陰跌期一直在買入。絕大多數專業基金經理都跑不贏大盤，巴菲特幾十年平均年化20%就被封神了。你憑什麼覺得你做一個隔壁老王、老李都會的傻瓜式定投就能翻幾百倍，就能財富自由？這錢是誰給你的？如果你只需要點點手機，每月扣款就能成大富翁，提前退休，那麼誰來給你的退休金買單？誰來給你種糧食？誰來給你做衣服？誰來給你當護工？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如果有這麼容易的暴富機會，華爾街那幫絕頂聰明、用超級計算機算套利的人會把這個機會留給你，甚至還不遠萬里、跨洋過海的把美元送到你手裡。西方的證券史幾百年了，白手起家的股神有嗎？有，但就那麼幾個。絕大多數人要麼倒在黎明前，要麼死在泡沫破裂的那一刻。定投的真相就是，如果在高位進场且避不開大崩盤，你就是那個為了維持市場流動性而存在的燃料。有人說，博主你太悲觀，我不定投，我看好國運，我看好科技，我一把梭哈，我買了之後把軟件卸載，20年後我就是富翁。好，我們來聊聊梭哈。首先，你買什麼？買個股。你去看看道瓊斯指數的100年成分股名单，這100年裡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一直待在榜單上。一家偉大的公司壽命也就是幾十年。道瓊斯選的還是最頂級的藍籌股，如果你買的是普通股票，甚至是什麼熱門題材股，下場大概率是歸零。那買指數呢？納斯達克100，過去30年，納斯達克100的平均年化收益率確實高達13.44%。如果你30年前有10萬塊，一把梭哈，現在確實發財了。但是，這裡有一個巨大的幸存者偏差。ETF 這個東西是最近些年才流行的，30年前根本沒有這麼方便的工具。而且，30年前你能預知科技股會統治世界嗎？如果你在30年前梭哈了當年最火的板塊，比如日本股市或者某些傳統工業股，你現在還在山頂上吹風呢。我們退一步，就算你能拿到年化10%的收益，10萬本金，30年後变成174.5萬，174.5萬多嗎？我們來算筆賬。30年前，黃金是多少錢？385美元一盎司。现在呢？已經4000了。你買黃金往牆洞裡一塞，不用操心財報，不用擔心 CEO 出軌，30年下來也有10幾倍收益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發現了嗎？如果你不是去賭博，只要你在30年前買了核心資產，房子、黃金、優質指數，你的資產大概率都會翻個10幾倍。為什麼？因為錢不值錢了。這30年是全球貨幣大放水的30年，所有資產都在通貨膨脹，所以除非你能選中類似比特幣這種怪物，
或者你有戰勝華爾街的超能力，否則你梭哈美股的收益比起拿着黄金、房子，並沒有高到哪裡去。更可怕的是，大家現在蜂擁而入，看重的是過去30年 13.44% 的年化回報，但你們在用過去的成績推導未來的結果。假設未來30年美股還能維持這個收益率，現在美股總市值大約60萬億美元，30年後翻44倍，那就是2600萬億美元。朋友們，貨幣只是中介，如果金融市場膨脹到這個地步，這些錢對應的實物財富在哪裡？到時候你要兌現你的股票，去買房子、買地、買礦產。地球上有這麼多資源賣給你嗎？如果沒有，那只有一個結果：美元變成廢紙，或者股市必須崩盤。這就好比一個村子，大家都炒房，房價炒上天，最後誰來接盤？指望村裡的老頭老太，還是指望現在還在讀幼兒園的小朋友長大後來接盤？這是一場擊鼓傳花的遊戲。打麻將最後是要清場結算的，不可能4個人都贏錢。所以你必須在籌碼兌現前，在最後一隻老鼠進場前，在這個巨大的泡沫爆掉前撤退。這個泡沫是什麼？看這張圖，美國國債從建國到1980年，幾百年才積攢了幾千億。現在呢？38萬億。從37萬億到38萬億，只用了2個月。這就像一艘火箭直插雲霄。未來幾年50萬億、60萬億根本不是夢。在這種債務海嘯面前，你覺得你的定投安全嗎？既然定投和梭哈都不能保證你跨越階層，那華爾街是怎麼賺錢的？他們作為擁有鑄幣權的人，思考的問題只有一個：如何把你按在地上抽血，還得讓你不覺得疼，甚至讓你還要說謝謝？答案是製造潮汐，也就是上沖下洗。通過加息降息，配合媒體宣傳，製造危機，然後在動盪中瘋狂收割。回想一下2008年和2020年，市場是不是一片哀鴻遍野？媒体是不是在喊世界末日？大家是不是都跪在地上，祈求美聯儲爸爸快點印錢救市？結果呢？美聯儲印了錢，稀釋了你手裡的貨幣購買力，搶走了你的財富。但你呢？你卻覺得他們是救世主。這就是給鵝拔毛還不讓鵝叫喚的最高藝術。大家看這張標普500的月 K 線圖。如果股市是一條平滑的向上曲線，每年穩穩漲10%，會發生什麼？沒人會頻繁交易，大家都買進去睡大覺了。那券商吃什麼？交易所吃什麼？基金經理吃什麼？高頻交易員吃什麼？所以市场必須有波動，必須上蹿下跳，必須把你以此打得鼻青臉腫。如果你能抓住每天大盤3%的波動，高拋低吸，哪怕你只有1萬塊本金，只要400個交易日，你的錢就能買下全世界。當然，你做不到，但華爾街需要你試圖去做。他們通過媒體，通過非農數據，通過 CPI， 通過各種驚悚的新聞，讓你恐慌，讓你貪婪，讓你在市場裡跑來跑去。你跑得越快，口袋裡的錢掉得越多，最後都進了他們的口袋。美聯儲為什麼要加息？美其名曰抗通脹，實際上是為了行使鑄幣權。如果不加息，把利率拉上去，以後怎麼降息放水？如果利率永遠是0，甚至負利率，那大家就把錢取出来藏床底下了，银行体系就崩溃了。所以必須先加息，把水抽乾，制造流動性危機，把資產價格打下來，然後再降息，拿着印出來的零成本的錢去抄你們帶血的籌碼。看看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，2008年之前，超額準備金趴在地上，
2008年之後，平地起高樓。2020年更是直衝雲霄。這幾萬億、十幾萬億的錢憑空印出來，變成了市場上的活水。錢越印越多，債越欠越多。他們從來沒想過要還清債務，因為一旦還清，美聯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這是一個死局，也是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。只要音樂還在響，舞會就會繼續。但作為普通人，你必須知道你在跟誰跳舞。好了，罵完了，真相揭露完了。你可能會問，博主，既然是騙局，那我現在空倉嗎？不，這才是今天視頻最核心的乾貨。既然定投不行，梭哈太久也不行，那我們在古典停止之前，還有最後一次，可能是全球獨一份的賺差價的機會。因為貨幣是中介，因為債務在指數級爆發，資產價格即將迎來最後的瘋狂的大熔斷式上漲。在未来1年多的時間裡，納斯達克可能會瘋狂漲超32800點，標普500看高11000點，黃金將輕易突破$6000每盎司，倫敦銅直奔18050美元噸。這聽起來很瘋，對吧？因為趨勢一旦形成，就是人擋殺人，佛擋殺佛，這是資本最後的狂歡。但是，請記住我的警告，這盆冷水我現在就潑給你。一旦達到這些瘋狂的高點，納斯達克會在極短的時間內1至3個月尖頭反轉，從32800點一口氣殺到14800點，然後快速反彈，拉出一個又多的逃命波，最後轟然崩塌，跌破10000點，在8500到15000之間震盪很多年。到那時候，今天看視頻的各位恐怕都沒心情來驗證我的預言了，因為那時候大蕭條可能已經来了。總結一下，美債從幾千億到38萬億只用了40年，接下來的50萬億、60萬億可能只需要幾年。這種指數級的債務膨脹，必然對應指數級的資產名義價格暴漲。這不是財富在增長，這是貨幣在毀滅。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資產泡沫前夜。你現在要做的，不是傻傻的定投，期待30年後回本，也不是無腦梭哈，覺得自己能拿住一輩子，而是要利用這最後一次資產大爆發，坐上泡沫的火箭，然後在所有人都瘋狂慶祝，在最後一個老鼠進場之前跳車。這很難，我知道，因為貪婪是人性的弱點，但這就是在這個殘酷的金融收割機裡唯一生存下去的辦法。如果你想知道具體的逃頂信號，想知道怎麼控制倉位，訂閱我的頻道，打開小鈴鐺。在這個充滿謊言的市場裡，我會試着做那個敲響警鐘的人。關注我，我識財之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